一个完美的性爱到底需要多久？是像电影里那样缠绵悱恻一整晚，还是像某些文章吹嘘的要撑过30分钟才算及格？如果我告诉你上面说的可能全都是错的，如果我告诉你一场真正让彼此都感到深刻满足与连结的性爱，其实5到6分钟就已经非常足够了，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可能？这是在安慰我吗？不，这不是安慰，这是一份来自专业领域却很少有人大声说出来的真相。在我的专栏里，我大概听过上百个甚至上千个男生的烦恼，从事业、家庭到人生方向，五花八门。但有一个问题像一根隐形的刺，深深地扎在几乎所有男人的心底，无论他外表看起来多么成功，多么强大，那就是关于时间的焦虑。我叫 Suki， 今天我想以一个女性，也是一个朋友的身份，和你好好聊聊这根刺。我们不谈那些虚无缥缈的标准，只谈现实，谈科学，谈那些真正能帮助你找回自信与快乐的方法。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先问所有正在看影片的女性一个问题，一个可能有点尖锐但非常真实的问题。如果你的伴侣一个是早泄，另一个是阳痿，你必须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你可能会犹豫，觉得这怎么选？但我在很多女性社群里抛出这个问题时，绝大多数的答案都惊人的一致，她们会选早泄。为什么？答案简单到让人心疼，因为至少它还会硬啊。你看，在很多女性的视角里，硬度代表的是欲望和被需要的感觉，是连结的开始。而早泄虽然遗憾，但它是一个过程中的问题，是一个可以被讨论、被改善、被解决的问题。它不是终点，更不是绝症。所以，如果你正因为时间问题而感到沮丧，请先深呼吸，请记住这个来自女性事件的信号，这件事有救，而且解决它的钥匙很可能就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医学界早就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非常有效，而且完全可以靠自己练习的行为疗法。今天我只跟你分享2个最经典也最被证实有效的方法，你不需要花1分钱，只需要一点点的耐心和练习。第一个方法叫做走停法，或者说中断法。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单，但它的精髓在于感知。你要做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学会去感受自己身体的兴奋程度，就像一个随时监测着速度表的赛车手。具体怎么做呢？第一步是感知临界点，在你们亲密的过程中，当你感觉到那股快要无法控制的冲动，那种像是即将要打出一个巨大喷嚏的感觉，正一步步逼近时，这就是你的临界点。找到这个点是整个练习最关键的一步。第二步是果断暂停，就在你感觉快要到达那个射精不归点的前1秒，果断的、完全的停止所有刺激性的动作。是的，完全停止。你可以把阴茎稍微抽出一点，或者干脆完全抽出。第3步是转移与等待。在这个短暂的暂停期，你的世界不是一片空白，这是展现你温柔的绝佳时机。你可以去亲吻他，抚摸他的头发，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一些情话。这不仅能转移你自己的注意力，让那股过于高涨的兴奋感像海边的潮水一样，慢慢的、温和的退去一点，同时也让你的伴侣感觉到，即使在暂停的时候，你们的爱意和亲密依然在流动，他没有被冷落。第4步是重新开始。当你感觉到那股最强烈的冲动已经消退，你可以重新开始，然后重复这个循环，1次、2次、3次。
这个方法的核心就像在健身房里做重量训练，你不是要一次举起最重的重量，而是透过一次次的停顿再开始来训练你的神经和肌肉，让他们学会去适应和控制更高的兴奋水平。你是在告诉你的身体，嘿，别那么着急，我们可以慢慢来。第二个方法比第一个更直接，也更需要一点技巧，它叫做挤压法 （squeeze technique）。这个方法同样需要你先找到那个临界点，当你感觉到自己快要控制不住的时候，立刻将阴茎拔出。接下来是关键步骤，用你的拇指和食指像一个小小的钳子一样，捏住龟头下方与阴茎连接的那一圈小小的沟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灌照沟。这个捏的力道要拿捏好，要足够用力，让那股射精的冲动被物理性的抑制住，但又不能太用力，以至于产生疼痛。你可以想象，你手里捏着一颗即将融化的巧克力，你既要阻止它完全化开流走，又不能把它捏得粉碎。大概捏住3到4秒钟，你会感觉到那股强烈的冲动明显减弱了。然后放松，等待大约30秒，让身体和感觉都稍微平复一下，然后再重新开始。我知道，听到这里，你可能在想，这听起来也太机械，太像在做实验了吧？我的另一半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在那里忙着又停又捏的，他会怎么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如何把一个技巧变成一种情趣。请你想象一个画面，一个优秀的鼓手在舞台上表演，他的左手可能在打着复杂的节奏，控制着整个乐曲的灵魂，但他的右手却能同时轻巧地敲击调把，制造出华丽的点缀。他并没有因为专注于节奏而忘记了旋律。你在运用这些技巧的时候，就要成为那样的鼓手。当你的一只手可能正在执行挤压法，在做那个稍微有点煞风型的动作时，你的另一只手、你的嘴唇、你的眼神千万不要闲着。你的另一只手可以继续轻柔地抚摸他的背，穿过他的长发。你的嘴可以凑到他的耳边，告诉他你今天好美，或者别急，我想给你更多。你的眼神可以充满爱意地凝视着他，让他知道你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你们共同的体验变得更好。当你这么做的时候，那个原本可能有点尴尬的技巧就升华成了一种在乎和体贴的证明。他不会觉得你是在做一个任务，他会感觉到你在为我们的快乐而努力。这份努力本身就比任何技巧都更能让他感动。所以不要害怕尝试，甚至你可以把这件事变成你们之间的一个小秘密，一个共同的游戏。你可以提前告诉他，宝贝，我最近在学一些新的爱的魔法，可能会有一些奇怪的暂停，但那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快乐，到时候你只要抱着我就好。当你把这件事摊开来讲，它就不再是你一个人的焦虑，而变成了你们共同探索的旅程。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会想，练习行为疗法太慢了，有没有更快的方法？有的，市场上确实有很多外部辅助工具，比如含有局部麻醉剂的保险套、麻醉凝胶，甚至是需要医生处方的口服药物，尤其是那种号称能将时间延长3倍的处方药，听起来是不是像天降神药？很多男人听到这里，眼睛都亮了，他们脑中的画面可能是这样的：哇，我本来可以坚持10分钟，虽然还是有点焦虑，但吃了这个药，10分钟乘以3，那不就是30分钟了吗？这下可以彻底告别焦虑，成为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了。从此金枪不倒，夜夜笙歌，走上人生巅峰。好了，朋友，梦该醒了。现在我们来上一堂最真实也可能最残酷的健康教育课。
医学上对于早泄的临床定义是什么？其中一个核心标准是从阴茎进入阴道开始计算，在没有刻意控制的情况下，持续时间小于2分钟。你没听错，是2分钟。所以，当药物临床试验报告说这款药能将时间延长3倍时，它计算的基准是这个小于2分钟的早泄患者群体。现在我们来做一道心碎的小学数学题：2分钟乘以3等于多少？等于6分钟。这个数字是不是听起来非常耳熟？没错，它正好就是我们一开头说的那个人类学和性医学上公认的足以让双方都获得满足的完美性爱时长。所以你看，即使是现代医学最顶尖的药物，它努力想要达到的目标，也不是要把你变成一个能大战300回合的 A 片男主角，它只是想帮助那些真正有困难的朋友回到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足以完成一次高质量性爱的6分钟的水平。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连科学和医学的终极目标都只是区6分钟，为什么在我们绝大多数男人的心里，那个时间越长越英雄的魔咒会如此根深蒂固，如此难以摆脱呢？我想答案可能就藏在你我的电脑硬碟里。是的，我说的就是成人影片。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件事：成人影片是电影，是一种经过精心编排、剪辑和表演的作品，它不是纪录片。你看到的那些动辄1-2个小时的片长，根本不等于实际的运动时长。你想想看，一部影片，它前面要不要有剧情铺陈？主角们要不要先聊聊天、调调情？中间的过程是不是会从客厅换到卧室，再到浴室？这中间是不是包含了大量的转场、对白和非核心运动时间？后面是不是还有所谓的收尾和访谈？把这些全部掐头去尾，只看最核心的部分，你会发现那个时长远比你想象的要短得多得多。可是我们在青春期，在对性还懵懵懂懂的时候，是这些电影塑造了我们最初的，也是最扭曲的性爱观。我们误以为电影里演的就是现实中的标准，我们误以为做不到电影里那样，就是自己不行。这是一个巨大且可悲的谎言，成千上万的男人就在这个谎言的阴影下，背负着沉重的、完全不必要的心理枷锁，一次又一次的在最亲密的关系中体验着挫败和焦虑。所以，我想对所有正在看影片的你说，放下吧，放下那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放下那个由商业和表演所定义的完美标准。你不是不够好，你只是被误导了太久。今天我们聊了认知，聊了技巧，聊了药物，聊了文化迷思，但在这一切的最后，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认为的终极的，比任何技巧、任何药物都更强大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你的伴侣。更准确地说，是来自你伴侣的一句话：性爱从来都是男人的独角戏，它是一支双人舞。你的焦虑、你的压力、你的表现，都深刻地影响着对方。同样的，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也足以决定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在这里，我也想对所有正在和伴侣一起看或者关心自己伴侣的女性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当你的男人在为时间而焦虑时，任何形式的责备、嘲讽，哪怕只是一个不耐烦的眼神，都像是往他的伤口上撒盐，只会让他下一次更加紧张，陷入恶性循环。相反的，如果你能给他一些正向的、温暖的、充满爱意的鼓励，效果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在结束后，不要急着去评判时间，你可以抱着他，轻轻地在他耳边说：“你刚刚好棒，我感觉很舒服。”或者“我很满足。”相信我，
这几句简单的话，对一个男人来说，不亚于一剂强心针，它能瞬间抚平他的焦虑，给他巨大的信心。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安全感之后，如果你确实还有一些期待，你可以用一种更温柔、更像撒娇的方式来表达。比如，你可以说：“宝贝，我们下次再试试看。如果能再久一点点，我可能会开心到飞起来哦。”你看，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邀请，而不是冷冰冰的要求。它传递的信息是：我现在已经很满足了，但我相信我们之间还有变得更好的潜力。这种建立在爱与肯定之上的期待，才能真正激发一个男人内心深处最强大的潜力和温柔。性从来不只关乎时长，它关乎温度，关乎连结，关乎彼此是否在那一刻感觉到自己被全然的接纳和真爱。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稍微解开你心里的一点结，请一定要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我们才不会在下一次更深入的秘密探讨中走散。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们下支影片呢？